不可！你要与老身作对不成？94级孔德明为什么刚登场就能震慑住99级的叶希水？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孔德明是日月帝国供奉堂堂主，更是整个大陆公认的第一魂导师，号称最接近10级魂导师的男人，近100年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属于典型的隐世大佬。因为霍雨浩连夜突袭名都，炸光了所有高空探测魂导器，还一炮轰穿了皇宫护照，所以日月帝国高层紧急聚在一起议事，可议着就吵翻了。主战的叶希水一口咬定幕后黑手是史莱克和霍雨浩，叶希水主张立刻发兵踏平史莱克城，永绝后患。可首相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史莱克底蕴深厚，能扛过受朝的袭击，贸然开战只会逼得史莱克和星斗大森林联手，到时候四面树敌，得不偿失。正是因为首相3番5次拦着叶希水，叶希水彻底被激怒了，直接释放出极限斗罗的威压，摆明了嘴上说不过，就要用实力压服你。在99级的恐怖威压下，没人敢反对他的意见。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者站了出来，正是孔德明，手持暗金权杖，身后这个看上去像魂导器一样的轮盘，应该就是他的武魂银月，全身金光流转，银发肃穆，气质沉稳威严，尽显日月帝国第一魂导师的气场。孔德明往前踏出了一步，就这一步，直接把叶希水的极限威压给挡了回去。很多人就纳闷了，94级和99级差了整整5级，这在封号斗罗里可是天堑。可是为什么叶希水会怕他？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身的修为底子远比表面看起来深厚。要知道，孔德明可是双生武魂，本身就是94级的超级斗罗，而且整整50年没人见过他全力出手。他不是没能力突破极限斗罗，而是把大半精力都砸在了魂导器研究上。因为50年潜心打磨，所以他的魂力底蕴远比普通超级斗罗扎实，真实战力早就摸到了极限斗罗的门槛。叶希水自己心里清楚，真要是死战，他就算能赢，也得付出惨重代价，在皇宫里动手完全得不偿失。第二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他攥着叶希水的战力命脉。孔德明是日月帝国魂导界的泰山北斗，连明德堂的靖红尘见了他都要行弟子礼，叶雨林这些供奉更是以他马首是瞻。叶希水最引以为傲的死神魂导器，核心部件全都是孔德明亲手打造的。说白了，叶希水最强的杀招，技术把柄握在人家手里。因为魂导器的核心原理薄弱之处，孔德明比叶希水自己还清楚，所以真要是撕破脸，人家不用动手，随便针对死神魂导器做点手脚，都能让叶希水实力大减。这也是为什么叶希水又惊又怒，却不敢真跟他翻脸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德明一表态站队皇室，叶希水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法再掌控徐天然了，只能服软。而且孔德明的厉害从来都不只是能打，朝堂上所有人都在纠结敌人是谁，怎么潜入的时候，只有他仅凭叶雨林的战场描述就精准推断出霍雨浩手里掌握着空间能力，因为他一辈子都在钻研魂导器，比任何人都清楚空间技术的门槛，这份眼界和判断力才是他作为帝国柱石最值钱的地方。所以说，孔德明能镇住叶希水，从来不是靠等级碾压，而是修为、技术、势力3重底气叠出来的绝对优势。他就像日月帝国藏在水下的定海神针，平时不声不响，可真到了皇权动摇、局势失控的时候，一出手就能稳住整个局面。